凡人修仙传动漫176集断更后，也意味着韩立那段与诸多绝色佳人交织的桃花运暂告一段落。随着剧情推进，韩立的修仙之路将越发坎坷艰险，往后所遇的绝色美人大多不再是温情相伴的红颜知己，而是虚刀兵相见的强敌或对手。这一转变不仅预示着韩立修行心境的变化，也折射出修仙界残酷的生存法则：纵是倾城之色，在长生大道与宗门利益面前，亦往往只能兵戎相见。动漫前期出现的绝色佳人，如南宫婉、陈巧倩、袁瑶等，几乎都与韩立有过不同程度的交集，且多数对其暗生情愫。奈何韩立道心坚定，一心追求长生，不愿为情所困，更不喜牵扯过多因果。既然他如此不近人情不解风情，那往后所遇的女子自然也不再以温情相待，反而需他以神通法力小心应对，甚至生死相搏。这或许便是韩立修仙路上必须面对的另一种结束。下面便为大家详细盘点韩立在后续剧情中将遭遇的3位重要女性角色，她们各具风华，却也各怀神通，与韩立的交集注定不凡。1. 木兰圣女乐上师，此女海报早已曝光，气质神秘中透着凛然之威。按照动漫制作组建模往往比海报更显精良的一贯传统，她正式出场时的惊艳程度可想而知，势必成为又一位令观众难忘的女性角色。乐上师身为木兰一族圣女，地位尊崇无比，虽仅为元婴中期修为，但就连木兰族后期大修士木兰神师见了她，亦需以礼相待，不敢有丝毫怠慢。这不仅仅因为她的圣女身份，更源于她所掌握的强大力。她执掌木兰一族传承古宝圣灯，能借此召唤出堪比化神期实力的圣禽分身助战，其灯焰威力极其恐怖，与韩立曾遭遇的乾蓝冰焰相比，亦不遑多让。韩立的本命飞剑仅仅沾染少许此焰，便让他心神俱震，浑身气血翻腾，难以自持。而他早年从温天人手中夺得的银钟古宝，更是被此焰直接融混，足见其威能之骇人。除了倚仗古灯圣焰，乐上师自身亦神通广大，他精通上古佛门秘传之术，所施展的莲花护体神通攻防一体，玄妙非常。韩立出狱时一时难以破解，反被连半阵的吐血倒退，吃了个小亏。更令韩立忌惮的是，乐上师还掌握着不弱于雷遁术的风遁术，身法灵动迅捷，来去如风。除非事先布下天罗地网将其困住，否则以韩立当时的修为境界，极难将其留下。这样一位集地位、实力、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对手，无疑给韩立的草原之行增添了巨大的变数与危险。2. 突兀族圣女林银萍，此女常以白纱遮面，虽难窥全貌，但身姿修长玲珑，尤其一双美目清澈深邃，顾盼之间流光溢彩，简直令人心折忘俗。她亦是草原部族中万众瞩目的天之娇女，地位超然。韩立前往大境途中，路经天蓝草原，却因身怀是金虫这一秘密意外泄露，而被林银萍盯上。他凭借与天蓝圣兽的特殊联系，能精准追踪韩立方位，随即亲自率领族中2大仙师一路衔尾追杀。此番追杀可谓韩立在人界最为狼狈的遭遇之一，他被逼得遁术尽出，仍难以摆脱，又恰逢体内煞气剧烈反噬，内忧外患之下，最终不得不选择自我冰封，跳入大江顺流遁，才险险逃过一劫。经此一役，韩立不仅修为暂时跌至炼气期，连第2元婴也意外走失，一直相伴的气灵银月更是因此陷入长久沉睡，损失惨重。即便韩立侥幸逃至大境，林银萍仍不肯放弃，锲而不舍地继续追查其下落，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不过令人略感意外的是，韩立后期修为大成后，并未回头特意找他清算这笔旧账，这或许正应了韩立自己那句办事调侃办事原则的话：我韩某平生从不杀宫装女子。可见，即便在残酷的修仙界，面对某些特定形象，尤其是容貌出众的女子时，韩立内心仍保留着一份不易察觉的近乎执念的手下留情。当然，这份特权也仅止于不取其性命罢了。3. 人界巅峰女修冰凤，若论实力与容貌皆达至人界绝顶层次的女子，则非冰凤莫属。她虽是10级妖兽，相当于人类元婴后期，但这实则是她为了夯实根基，不愿过早步入化神而刻意压制修为的结果。其资质之逆天，潜力之深厚，可见一斑。冰凤身具真灵天凤的一丝稀薄血脉，天生掌握着与空间相关的天赋神通，实力强横无比。他曾单枪匹马闯入人类宗门小极宫，以1敌3对战多位同阶修士，依然显得游刃有余，从容不迫，其风采与战力令人震撼。因见到韩立身怀小极宫秘传的乾蓝冰焰，冰凤误以为他与小极宫关系匪浅，故而初见之下便印象极差，二话不说直接动手。当时的韩立即便手段尽出，也不敢说能稳稳胜过冰凤，更担心若是逼得他放弃压制，当场突破至化神期，那局面将彻底无法收拾。即便后来阴差阳错，两人一同被困于虚天殿内长达80年之久，在相对密闭的空间里朝夕相对，这份初见的偏见与冷漠也未能冰消瓦解。在人界时期，冰凤对待韩立始终是一副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言辞冷淡，丝毫不假以颜色。要知道，
即便是如梅宁那般与韩立在英明绝地仅仅相处数日的女子，也已对他暗生情愫，倾心不已。对比之下，更显冰凤心智之坚，性情之冷，也证明韩老魔那不经意间吸引红颜的独特魅力，并非对天下所有角色都同样奏效。从以上3位各具特色的角色女子可以看出，韩立往后的桃花运，很多时候实则是危机四伏的桃花劫。他们或是实力强横的对手，或是不依不饶的追兵，或是冷艳高傲的强者。与韩立的交集，往往伴随着斗法、追杀、对峙与算计，少了几分温情，多了许多凶险。这也正体现了韩立修仙之路的核心基调。长生路上多劫难，红颜亦可是劫数。其中，冰凤的动漫建模最令人期待。毕竟此前动漫中，南宫婉的雍容华贵、陈巧倩的温婉清丽、袁瑶的妩媚神秘等，都已塑造得十分出色，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而冰凤作为人界堪称战力与容貌双巅峰的代表，她所需的不仅是绝美的外表，更是一种睥睨众生、冷彻骨髓的独特气质，一种源于血脉与实力的高傲孤独。制作组将如何以精良的建模与细腻的刻画来完美诠释这位傲视人界的冰凤仙子，无疑是后续剧情中一个值得翘首以盼的亮点。随着剧情发展，韩立将踏入更广阔的天地，遭遇更多更强的对手与机缘，而这些与他产生交集的角色女子，无论是敌是友，都将在他的道心上留下独特的印记，成为他波澜壮阔的修仙史诗中一抹抹不容忽视的亮色与一道道必须面对的关卡。修仙之路道阻且长，红颜如刃，心志维坚。